俄若敢动手，北约将先打这城，美将军狠话震撼全球。俄乌激战1243天，乌军猛袭俄西部，苏梅前线死守北方俄。乌军海王星导弹突袭俄军基地，俄军7套防空雷达瞬间被捕。莫斯科遭猛袭，4大机场全瘫痪，火车摆列延误。乌军南北夹击奏效，扎波罗热与苏梅战线即告捷。俄轰炸机被迫远程起飞。英方再制裁18名俄情报头。欧盟宣布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对俄制裁方案，第18轮制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，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、留言，谢谢大家。自从俄罗斯悍然出兵乌克兰后，整个欧洲始终笼罩在战争阴霾之中，各国忧心忡忡，生怕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不会止步于乌克兰。如今局势再度升温，美军高级将领罕见放狠话，点名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心脏要害加里宁格勒。据白俄罗斯媒体 Nexta 发布推文表示，美国欧非陆军司令克里斯多福多纳霍 Christopher Donahue 近日公开发出警告，如果俄罗斯胆敢挑衅北约，加里宁格勒将被从地球上抹去。这番话震撼舆论，更在俄国引发激烈回响。多纳霍指出，加里宁格勒夹在波兰与立陶宛2个北约国家之间的俄罗斯飞地，事实上已被北约力量掌控，一旦开战，北约部队可在俄军尚未增援前，迅速将其彻底从地球表面消灭。而这番警告也被视为针对俄国前总统、现任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的回应。后者不久前扬言，俄罗斯应对北约成员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。多纳霍显然不打算坐视不管，正面枪声别轻举妄动。尽管许多分析人士与网友对主动攻击加里宁格勒持保留态度，担心此举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，但也有不少声音支持北约必须维持强硬姿态，防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北约东翼国家。也有评论者直言，使用武力一直都不是北约希望的选择，但侵略者们很可能只会留下这唯一的选择。他们认为，打击加里宁格勒不是为了夺地，而是为了震慑，为了阻止下一场战争的开始。如今战争阴云未散，加里宁格勒庞福已被拉进聚光灯下，成为未来冲突的第一落点。如果俄罗斯真的选择与北约爆发冲突，这片被誉为俄罗斯心脏飞地的土地或将成为火光四起的战场。2025年7月20日，俄乌战争进入第1243天，战火仍在蔓延。就在7月19日夜间，乌克兰再度遭到一轮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。飞行路径图显示，这波攻击主要针对日托米尔、巴甫洛格勒和敖德萨等重要城市。乌克兰空军则全力应对，成功拦截了314架无人机，共发射344架，7枚 Iskander-M 弹道导弹共12枚，7枚 Iskander-K 巡航导弹共8枚，以及9枚 KH-101巡航导弹共15枚，防空表现依旧强势。不过，这一轮袭击刚结束，乌军便迅速展开反击。7月20日凌晨，莫斯科西北方向37公里处的卫星城泽列诺格勒市突遭13架重型无人机空袭，爆炸引发大火，整座城市瞬间陷入混乱。泽列诺格勒并非普通目标，它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微电子与计算机科技中心，被称为俄罗斯的硒谷。此次受袭显然是一次精确打击，对俄方电子战与军工体系是一次重大冲击。与此同时，乌军无人机还同时袭击了俄本土的恩格斯、沃罗涅日州等多地。此外，网络战线也开辟出新的战果。乌克兰黑客组织乌克兰网络联盟表示，他们已攻破俄罗斯军用无人机供应商加斯卡集成的资料库，不仅窃取了47 TB 核心资料，还彻底摧毁了主伺服器与备份系统。目前，该公司全面瘫痪。专家认为，俄军的无人机供应链短期内几乎无法恢复，即便获得境外援助，也难以在近期填补损失。战场上的实际冲突也在持续升温。乌克兰空军过去24小时继续展开空袭，一架米格29战斗机精准摧毁了一处俄军野战燃料库。
在南部战线，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展开局部反攻，成功夺回奥里霍夫市附近的多个阵地，稳步收复失地。在苏梅方向，战况更加焦灼。俄军于今夏对该地区发起猛烈攻势，投入了包括第155、第40海军步兵旅、第76、第106空中突击师、第83、第11空中突击旅，以及第177海军步兵团在内的大量精锐兵力，是乌军守军的3倍。开战后，俄军一度快速突破边境防线，距离苏梅市区仅剩20公里。若苏梅失守，俄军将有机会继续南下切尔尼戈夫，甚至威胁首都基辅。为应对这一危险，乌克兰不得不紧急调动预备队增援，成功遏制住俄军的攻势。2个月后，俄军在苏梅方向的推进逐步被压制，局势与2024年春季俄军在哈尔科夫攻势受挫颇为相似，逐步转为被动。乌克兰方面还透露，为了弥补兵员不足，目前已有 9.4 万名服刑人员被编入战斗部队，另有 1.5 万人正在等待审核批准，囚犯军队的规模即将突破10万人。这一特殊编制正逐步成为乌克兰军队的后备战力来源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区域紧张局势也在加剧。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7月19日在国家电视台公开给乌克兰打气，永远不要投降，永远不要同意俄罗斯人的占领。此外，他还签署命令，正式废除国内使用的俄罗斯坐标系统，全面采用国际通用的 WGS84 坐标体系。乌克兰再度对俄罗斯军事目标展开猛烈打击，再次使用海王星巡航导弹袭击俄军基地，引发舆论广泛关注。而乌军的特种部队还在近期击毁了俄军的7套防空雷达。据 Astro 报道，当地时间7月19日，俄方在被袭击的基地中发现了 R360 海王星导弹的残骸。从前线传出的画面来看，导弹命中区域破坏严重。虽目前俄方尚未公布具体伤亡及损失细节，但显然此次袭击对目标造成了实质性打击。近期，乌军频繁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方实施远程精确打击。这款原本被设计为反舰武器的导弹，经过升级后已具备打击远程陆地目标的能力。它的成名一役仍让人记忆犹新。3年前，正是海王星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，成为现代战争史上首枚在实战中击沉万吨级巡洋舰的导弹。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并非世界最先进，但它已被证明具有极高的实战价值。而围绕这款导弹的间谍窃密事件，也让外界进一步关注其背后的技术博弈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在顿涅茨克方向持续行动，专门锁定俄军的防空系统，展开精确打击。乌方发布的视频显示，他们近日成功摧毁了2套 S-300V 防空系统、3部 Portlet 4816K1 低空雷达，以及2套尼 SV 雷达系统，重创俄军的防空网络。此外，乌方还对俄罗斯能源命脉发起软杀伤，情报人员对俄天然气公司发起网络攻击。乌克兰总参谋部称，此次攻击破坏了俄方关键信息系统，可能导致其能源供应面临严重中断风险。战场方面，在顿涅茨克前线，乌克兰第79空降旅正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展开突袭。据称，第3突击营已渗透至俄军多处防线，目前激战正酣，战线仍在焦灼推进中。在技术战层面，乌克兰也持续推出新型反无人机装备。最新亮相的 Win 下划线 Hit 拦截系统，正是专为对抗 Shahed 无人机而生。该设备可从固定平台或载具上发射，时速可达300公里，成本远低于传统无人机，展现出乌军在反无人机技术方面的飞跃式进步。乌克兰对俄远程打击再次升级，莫斯科在短短1周内第4度遭遇空袭。最新消息，莫斯科全部的4大机场都因袭击而被迫关闭。据俄媒 Mesh 报道，当地时间7月20日夜间，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发射了大批无人机，目标直指莫斯科及其周边区域。俄军防空系统整夜高负荷运转，枪声与无人机轰鸣声交织，首都上空陷入混乱。西北部的泽列诺格勒再次中招。
一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砸中当地一栋高层住宅，随即引发大火，波及周围多辆汽车，夜空中火光冲天。受此次袭击影响，莫斯科4大主要机场谢列梅捷沃、弗努科沃、多莫捷多沃、茹科夫斯基被迫同时关闭，所有航班暂停，数千旅客滞留。市长索比亚宁事后虽表示已拦截21架无人机，并称机场恢复运营，但频繁的关闭已成新常态，航运秩序岌岌可危。更严重的是，乌军还对罗斯托夫地区展开打击，无人机残骸导致铁路设施受损，卡卢加、亚罗斯拉夫尔等多地交通一度中断，波及超过100列火车行程。如今，无论空中还是陆地，俄罗斯的交通体系正深受战事影响，莫斯科的战争阴影愈发浓重。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。最新消息显示，乌军已收复该地区南部的多个阵地，局势开始向乌方倾斜。据 RBC 新闻报道，乌克兰近期在扎波罗热展开多轮强势反攻，并已推进至奥里西夫市附近。乌军成功拿下南线多个前沿阵地，迅速构建防御工事，形成对俄军的局部压制。乌克兰南方国防军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·沃洛申证实了这一反攻战果，尽管未透露具体细节，但强调战术部署已取得明显效果。目前，俄方尚未对此发表正式回应，但近期俄军在扎波罗热并无明显推进，显示其南线攻势已陷入僵局。此前，俄军对苏梅与第聂伯罗地区发动夏季攻势受挫，遂将重心转向扎波罗热，希望打开突破口。然而，战局并未如其所愿。与此同时，在北部战线，乌克兰军队也收获重要战果。经过数周作战，乌军完全控制了苏梅州的金德拉蒂夫卡。这一地区曾短暂落入俄军之手，并被俄方大肆宣扬为重大胜利，但如今已再度回归乌方控制。在边境战线，乌军还将战火带入俄罗斯境内。近日，第33突击团突袭库尔斯克地区，并俘虏5名俄军士兵。相关画面显示，俘虏希望能通过战俘交换获释，但乌方回应审慎，释放机会渺茫。另一方面，德国军工企业斯塔克公司已在乌克兰战场测试新型 AI 智能巡飞弹 Virtus。该武器搭载由乌克兰研发的5公斤战斗部，最大时速达250公里，作战半径可达100公里，并具备高自主性，支持自动返航。Virtus 的出现可能预示着无人智能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阶段。自从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空军基地展开精准打击以来，俄空军被迫大幅调整部署，战机不断向后方撤退。据诺尔报告披露，7月19日，俄军一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首次从距离前线超过6000公里的乌克林卡机场起飞，并对包括基辅在内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。由于距离过远，这架轰炸机还被迫在途中进行空中加油。这一罕见的远程起飞透露出2个重要信号。首先，乌克兰对俄空军基地的持续打击已初见成效，迫使俄军战略轰炸平台后撤。其次，俄军的空袭代价正在明显上升，每次打击所需的资源与准备成本大幅增加。尽管如此，俄罗斯的威胁并未完全消除，乌克兰特工对俄境内部署的深入渗透式打击正在成为新趋势。有分析认为，基辅可能将复制先前蛛网行动的模式，深入俄方腹地，展开更多高价值打击。与此同时，英国也对俄情报体系发起重大制裁。伦敦方面宣布制裁18名俄罗斯情报负责人及3个附属单位，指控他们涉嫌策划对英国的攻击。莫斯科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期俄特工在海外与乌克兰境内的活动显著增加。不久前，2名俄方特工在基辅暗杀了乌克兰安全局上校伊万·沃罗尼奇，随后被乌安全局局长马柳克亲自带队击毙。据《泰晤士报》报道，沃罗尼奇曾是黑海舰队打击行动的幕后策划之一，他的死亡对乌克兰来说是一大损失。正是他领导的行动，迫使俄黑海舰队全面撤回至本土港口。在国际方面，
德国总理梅尔茨批评欧盟对非法移民与乌克兰援助等事务反应迟缓，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团结、高效的欧洲。柏林方面明确表示，将继续推动欧盟改革，以应对当下日益复杂的地缘挑战。亚塞拜然与俄罗斯的关系近期持续恶化，双方矛盾已从外交摩擦升级至法律交锋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当地时间7月19日，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在公开讲话中宣布，政府正准备就客机坠毁事件起诉俄罗斯，并计划将相关材料提交国际司法机构。这一表态被视为两国冲突升温的又一关键节点。更具分量的是，阿利耶夫在讲话中重申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。他强调，我们只给乌克兰一个建议，永不接受占领，永不投降。此言不仅表明立场，也传达出亚塞拜然对俄罗斯强硬政策的直接回击。莫斯科方面尚未正式回应阿利耶夫的言论，但早前俄国家电视台曾指控亚塞拜然协助乌克兰执行蛛网行动，疑似针对俄军空军基地的大规模破坏行动。据称，部分旅居俄罗斯的亚塞拜然人向乌方提供了后勤支持，导致俄方损失数十架战机。随后，俄方在国内逮捕了多名亚塞拜然籍人士。这一系列行动成为双方关系破裂的导火索。作为回应，亚塞拜然不仅突袭搜查了今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本国的办公室，还逮捕了多名俄方特工人员。阿方的态度日益强硬。近期，亚塞拜然取消了所有与俄罗斯相关的文化活动，并宣布在未来3年内全面取消俄语教学。分析人士认为，亚塞拜然背靠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，使其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更具底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亚塞拜然与速迪亚美尼亚的关系也出现缓和迹象。两国目前均与土耳其保持密切联系，而土耳其正在逐步填补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留下的影响真空。与此同时，在波罗的海方向，拉脱维亚也加紧与俄罗斯切割。该国宣布将驱逐841名未掌握本国语言的俄罗斯籍人士，并要求所有希望保留居留权者必须通过拉脱维亚语测试，方可申请欧盟永久居留身份。显而易见，越来越多传统上受俄罗斯影响的国家正在以行动与莫斯科拉开距离，地区格局正悄然转变。当地时间7月18日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，欧盟已批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对俄制裁方案——第18轮制裁。新一轮制裁重点包括禁止与新增的22家俄罗斯银行进行交易，扩大对居民两用商品的出口限制，防止已经停运的北溪1号与2号天然气管道恢复运行，对俄罗斯石油出口设置更严厉价格上限，从 G7 此前设定的60美元每桶，进一步压低至 47.60 美元起，并将根据市场情况动态调整，将100多艘涉嫌规避制裁的油轮列入黑名单。此外，欧盟还加大了对俄油运输与保险的打击力度，超过价格上限的俄油将不得获得欧盟及其主导的全球航运保险支持。而在缺乏这些保险凭证的情况下，无论是土耳其海峡还是国际航道，俄油运输的风险与成本都将大幅增加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